吉利的技术、奔驰的设计和底盘调教 ，Smart 的第一款轿车精灵6号到底有什么实力？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大新车。那今天也准备用一镜到底的形式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台车，因为想讲的确实是很多啊。首先来普及一下它的一些基本信息，我们来对齐一下。这台车虽然放在这儿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，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大车实在太多了，我感觉平均车长怎么着也得超过5米了。但这台车它的车长4.06米，它的轴距2926毫米，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参数。另外，动力系统上面我们刚刚说了，技术用的都是吉利的，所以它用的也是吉利的雷神电混系统，匹配的是 1.5T 的发动机、3档 DHT 的变速箱以及前后双电机的配置。这套系统之前我们其实是有试过的，我觉得表现是很不错的。那针对这台车，2种电池模式一个是20度的电池，一个是41度的电池，分别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35公里跟28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里程。当然这个我们后续要测再配上它60升的油箱，据官方说这台车它能跑到1800公里，超过1800公里，哇，这个我真的是很想试一下。官方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们实测一下。OK， 那今天既然作为一个静态的感受，这些关于动态的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车它的外观设计以及它的车身颜色。那首先车身颜色一共是有5种，今天来到棚里我看到的是4种。那这4种车身颜色，我觉得最亮眼的就是这台黄色，当然拍摄效果也是这台黄色是最好的。但我觉得可能后续大家买回去之后会觉得说，其他几种颜色更日常一些，可能那几种颜色的销量会更好一些。那我特别要提的是什么？它针对每一种车色都给你配了不同的内饰，你敢信吗？你像我们这台黄色的，它就内饰都是这种黄色跟黑色的拼接，哇，好帅啊，朋友们！我觉得男生会喜欢，但现在很多更偏潮酷一些的女孩也会喜欢。就它无论是什么样的搭配，你搭这台车，你都会觉得哇，好适配，就很酷。无框车门这台车也上了。那同时，其实我们能在整车看到非常多的真实的出风口，包括机器盖上面真实的出风口，那下面也是，这里也是有真实的出风口，都是为了它的风阻去设计的。当然也对续航会有一些帮助了。其实整车你从前脸这样去看，就觉得很酷，而且它下方高配车型会在这个下方有一圈这个灯语，然后这个铺底的灯语，我觉得是很漂亮的。就它下面，刚大家看到这块，后续是可以各种编辑的。我们也让后期老师把这个可以编辑的图案放在旁边这个还挺有趣的。之前大家在极客的车型上和这个我的好朋友智己的车型上都能看到，当然智己是在车后的。OK， 那我们就顺着往后来聊一聊。依然是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，当然现在其实26年的法规还没有完全禁止的，27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可能就会被禁止了。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是没有机械门把手的，其实在里面这个位置，你看一般都是在这个位置都会有一个机械的门把手。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？可能是你在碰撞之后这个门把手能不能弹开的问题，这才是安全隐患。我相信厂家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来，我们来到车侧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车就也还挺帅的。为什么？当当，小尾翼，电动的，现在是一个12度的角度，它也可以手动的去调它不同的角度。我觉得12度就还挺好看的。另外，它也可以随速去展开。OK， 我们打开后备箱来看看这台掀背轿车。当当，我就发现这种轿车一掀背就显得很开阔。就比如说开这台车去露营，你就坐在这儿。不会顶头，很爽，而且随手就出片儿，这个对于我们女孩子真的很重要。这是颜值一大关大掀背，后面看上去还是挺能装的，但由于它是一个掀背嘛，它是这样滑下来的，所以实际的这个空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大。下面这个打开是有一个小的下探式空间的，可以放一些不那么美观的小杂物。但这个后备箱我觉得放4个20寸的行李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你在这儿待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排是可以4/6分，并且是可以手动放倒的。然后我把这边，但它放倒之后你能看到它不是一个纯平的状态，它是有一定的坡度的，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一定坡度的这边。然后另外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虽然它是手动的，但它的靠背儿是可以电动调节的。
它可以电动去调节靠背儿，这个好神奇啊！当然，下面的这个就没什么用了。OK， 那我们上车再看看这台车吧。内饰先来聊一下我的乘坐感受啊，就我坐在这张一体式的座椅，看上去非常运动的这么一个座椅上面，我反而觉得很舒适，就它塌陷的程度是我觉得刚刚好的程度。特别要提的是什么？我一坐上这个椅子，上一位老师可能把这个座椅按摩打开了，当当，它这个座椅按摩力度实在太大了，我觉得它这个鼓包非常突出，它不是那种挠痒痒一样在给你按，它是真实的在按，并且它座椅按摩、座椅加热、座椅通风、前排全部都配了，它还有物理按键。这边还有物理按键，你可以去调节，包括靠背儿啊，这个前后的调节都跟奔驰一样是在门板上的，这个也算是一定的传承吧。那像之前的 Smart 一样，它这一次也用了几乎很多圆润的这种设计，包括空调的出风口，然后包括整个它这个屏幕的包裹，其实还是那套家族式的设计，让你感觉 Smart 这个品牌又灵动又轻盈它会给你营造一种这种感受。但这一次让我觉得它好像在车机的这个操控上其实是有一点升级的，但老实讲啊，这个车机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来说，我觉得，就是整体的流畅度，不是特别的顶，但它是可以，目前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还接入了小宇宙，然后这边 CarLink。然后 CarPlay、HiCar 全部都是有配的。如果你觉得它这个车机不好用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连接自己的手机再去用。副驾给你安了一个小屏幕，但这个副驾屏幕，有可能是高配车型才有配的。OK， 那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？它的音箱，这一次音箱品牌还是蛮顶的。这个品牌，这个叫森什么？其实我念不太出来啊，但这一次它这个音箱说是据称可以去实现杜比音箱，并且上面的这个小音箱，它是在你每一次进入车内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升起。如果你不在车内的时候，它会就是镶嵌在里面，就还挺有那种仪式感的。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是你交互出来的感觉，我觉得还挺喜欢。下面充电板，但只有一个，怎么说呢？就目前Smart 品牌给我的感觉是，该有的配置都有了，但是有一些实用性配置上面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丰富，然后你包括座椅的加热通风，它都是只有前排有的，后排都是没有的。那你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，其实很多品牌在后排也是有配有加热跟通风的。OK， 那我们调节一下前排的坐姿，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表现。前面我调整到我的驾驶坐姿。手搭上方向盘，腿部我还留有1拳3指的距离。我们看看后排的空间，它又回来了，你看这很难搞啊，它又往后挪了一些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吧。腿部1拳2拳4指 ，OK， 这个是它在我的驾驶坐姿又往后了一点，我觉得是一个成年男性的驾驶坐姿吧。那头部1拳。因为作为一个这种造型比较强调造型感的车型的话，它头部空间必然不会太大的，上面是一整块的大玻璃，它直接开到了我后脑勺这个位置，所以就还挺通透的。目前是这么一个车内的状态，后面给你配了 Type C 的充电口以及 Type A 的充电口，2个充电口。OK， 来下车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台车。其实我们今天看完这台车之后，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Smart 在这台车上确实是用心了，而且上面看到没有，激光雷达是全系标配的。这一次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，在这台车上是全系标配，是可以支持城区跟高速的这个领航辅助的，都是可以支持的。这次 Smart 在辅助驾驶方面的确是有升级，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很多 Smart 的车型在辅助驾驶上面还是稍微有一些欠缺，那这一次它做到了。OK， 那今天看完这台车之后，你是什么感受呢？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偏年轻化的一台车，但如果定价太高的话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，可能竞争力就没有那么的强了。OK， 我是阿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